日本語カフェへようこそ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日本的哈鲁老师。我看过很多参考书或者影片，有谈到知らない跟わからない的不同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说明说，知らない是不知道，わからない是不懂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所以一个是跟知识有关系，另外一个是跟了解有关系。这样的解释也没有错，但是这两者的差别不只是这样子而已，不是那么单纯。比方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这两个搞错的话，可能会给对方無関心不关心，或者冷淡冷淡的印象，甚至被人以为你在表示这不关我的事，干嘛问我那种的感觉。所以要深入了解这两者的 nuance 就是语感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部分弄清楚，然后要避开不必要的误会，好吗？那顺便讲一下，わからない这个词有时候会用わからない或者わからない，甚至有人会写わからない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今天一律用平假名写わからない，好吗？那我们深入了解之前，想要先稍微复习一下初级的文法。请留意，知道某一件事的时候，一定要说知っている，定型加いる，ている。因为知道某一件事是一个状态，状態，那动词改为ている才可以表示它是一个状态，所以肯定形式一定会说知っている，或者近体的话一定是知っています，而不是知ります。可是要小心的是，它是否定形式的时候就不会用到て形，而是直接说知らない或者知りません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成知っていない或者知っていません，这是错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看两个同事的对话，请一边看一边想一想，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应该用わからない比较好，还是知らない比较好？どうぞ。リュウさん、ABC 自動車の木村さんの連絡先を知っていますか？木村さんの連絡先ですか？実は私も知らないんです。这里对方只是想知道リュウさん有没有某一方面的知识，问说知っていますか？所以リュウさん直接回答知らない是正确的。不过如果对方因为不知道某一件事而很困扰，然后很想请你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看看下一个场合。困ったな。リュウさん、ABC 自動車の木村さんの連絡先を知りませんか？いいえ、知りません。なんかリュウさん、すごく冷たいな。リュウさん这次也说知りません。其实这样说文法上没有什么不对，可是知らない或者知りません有时候表示你对这件事不感兴趣，觉得这不关我的事，所以看到他的反应，田中さん在心里说冷たいな，就是怎么那么冷淡。好，再给リュウさん一个机会吧。木村さんの連絡先ですか？私も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。这次因为リュウさん知道对方很紧张，而且是希望你可以解决问题，可是你帮不上他的忙，这样你可以回答说わからない，因为わからない有时候表示虽然你关心某一件事，或者你有想过这件事，你还是不知道答案，听起来わからない就更关心对方，而且比知らない更婉转。リュウさん、新しいコピー機の使い方を知っていますか？いいえ、私も説明書を読んだんですが、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。他是有经过思考力，还是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用わからない。
而不能用知らない。明日から4連休ですね。リュウさんは何をする予定ですか？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。目前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日文说知らない可以吗？其实他还不知道的是有关自己的事，而不是有关外界的知识。那他应该怎么回答才对呢？リュウさんは何をする予定ですか？まだ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。家でゆっくり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。是的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有关的事，而不是外面的知识或资讯。所以一定要说わからない，这就是跟中文的不懂不太一样的地方。リュウさん、会社の近くの春というカフェを知っていますか？いいえ、知りません。昨日行ってみたんですが、コーヒーが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それに店の雰囲気も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よ。へえ、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リュウさん第一次回答的时候说知りません，是因为对方只是单纯的想问他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家店。可是对方进一步解释那家的情况的时候，リュウさん说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。过去式，这表示他本来不知道的资讯，现在知道了。说原来如此的时候，就要用过去式的否定方式说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。长题的话说知らなかった也可以。この写真の人、どこ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が。この人ですか？あ、わかった。山田さんですよ。一样是现在知道了，但这不是知识方面，而是看得清楚、听得清楚或者了解有关。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用わかる的过去式说わかった。近题的话就会变成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か？所以我们只是想要单纯的回答说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当然可以说知らない或者知りません，但是这个也要看情况。比方说对方明明是很依靠你，你还回答说知らない、知りません，可能会给一个冷たい、冷漠的印象，这个部分就要小心咯。那比方如果你跟别人吵架，然后你很生气，这个时候你会说もう知らない。这个知らない代表我就不理你了。所以知らない不一定只是不知道的意思，有时候是不关心、不理你的意思。还有我们刚才也学到有关自己的事情就不能说知らない。比方说你明天要做什么，暑假的时候要去哪里，这个不是从外面得来的知识，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那比方说你假设问一个小朋友说将来何になりたい？你将来要当什么，要成为什么的时候，如果小朋友想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他会怎么说？まだわからない，绝不是知らない，因为那个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另外这次我比较没有强调，但是这是 N5 初级的一个文法，知らない的前面一定要加什么助词呢？就是某某を知らない。那わからない前面呢？比方如果你想说我不懂西班牙文，那怎么说？私はスペイン語がわからない。所以わからない前面一定要加が哦。虽然这是基本的部分，但是有时候会搞混。那如果我想要跟大家说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的话，请帮我留言。日文怎么说呢？もしわ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个コメント就是 comment 评论的意思。はい、じゃあもしわ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ら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。じゃあまた日本語カフェで会いましょう。はるでした。